他的身体被急促的河流慢慢冲向深水区。一根小树枝给了女人一丝希望，她艰难地抓住树枝稳住了身体。足足等了10个小时，依然没有等到有人来解救。水位渐渐上升，很快就要将她整个人淹没。他知道，因为这个花纹差点让他错失了出征的资格。在出征前，他再次来到湖边，想要找出那个恶作剧的神秘男子。他让同伴打扮成自己的模样，躺在湖边，自己则在远处的树上拉满弓箭，等待男子的出现。就当他全神贯注看向湖边之时，童心未泯的施瓦悄然无声地再次出现在他身后。他用提前准备好的青蛇放在提卡的肩膀上，趁着提卡不敢轻举妄动，两人坠入爱河，情不自禁搂在一起，跳起了印度特色尬舞。这一段不好看，我就替你们看了。提卡深知自己身负重任，不能把险境带给施瓦。他摘了一朵毒花，将施瓦迷晕了过去，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摩喜王国拯救王妃的远征路途。在途中，他遭到了官兵的埋伏。就在头领逼问他目的和搜身的关键时刻，一只力大无穷的手从身后锁住了士兵的喉咙，不用一会功夫就将敌人打得所剩无几，只剩下……原来他是摩西王国的国王巴拉，在他强力的统治下，摩喜王国和睦昌盛繁华，实则背后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全国老百姓每个月都要强制上贡，一旦交不起就要挨鞭子，沦为奴隶。除此之外，变态的国王每天还要做一件令人更气愤的事情，那就是来到万众广场去折磨一下被他囚禁30年的嫂子。一旁的光头老侍卫低头不敢直视，愧疚不已。刚刚敌对公牛时，卡塔帕不顾生命危险护卫了国王。国王看他如此忠诚，决定奖赏他。老侍卫只希望国王能对广场的女人网开一面，放了他。没想到气愤的国王递给了他一把剑，告诉他死亡才是那女人最好的解脱。卡塔帕之所以这么袒护这个女人，是因为在25年前，国王卡拉篡了上一任王位，而那个女人正是老国王的妻子缇娜皇后。作为皇家护卫，卡塔帕一直以来对皇后忠心耿耿。如今沦为奴隶，他依然对上一任国王忠心不变。被囚禁的这30年里，女人只执着于一件事，每天都在地上捡一些树枝放到一个坑里。没有人知道他这一举动究竟想干嘛。晚上，卡塔帕来到广场，想要偷偷放走缇娜夫人，可他坚信自己儿子一定会来救他。奴隶也奋力爬起，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又将雕像拉了回来。就在此时，一阵风刮来，男人脸上蒙着的面纱被风吹开，年迈的老奴隶被男人的真容震惊住。身后所有奴隶听到这个名字都跟着他念了起来，哪怕招来官兵的鞭打，奴隶们都不为所动，就连围观群众都慷慨激昂地同声呼喊这个名字。正在广场中央的缇娜夫人闻声抬起头来，她的眼里流露出久违的笑容。25年过去了，子民对她的丈夫仍然念念不忘。当晚，国王就把所有侍卫叫到宫殿内进行审问，愤怒地询问他们到底是谁开头呼喊巴霍巴利这个名字。就在所有人都不敢发言时，队伍中却有一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但他并没有说话，而是将旁边的火盆推倒，就迅速逃离了现场。那熟悉的眼神，国王巴拉似乎看到了巴霍巴利的身影，立即下令封锁城门，要活抓此人。施瓦从长廊中一跃而下，来到了万众广场。身后大量卡塔帕将过往的一切跟施瓦讲述了一遍。原来他从小的时候就被祖母封为摩喜王国的国王，因为遭到一场叛乱，祖母身中数箭，被迫逼到河里。他付出了生命代价才换来施瓦的平安。施瓦被村里的人救下，并且抚养长大。而这一切还要从这场叛乱说起。自从施瓦的爷爷去世后，加米皇后担任了摄政王。她聪慧过人，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谁也不会服从一个女人。很快，他的哥哥谋划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叛乱。加米皇后抱着施瓦父亲巴霍巴利气势地来到现场。我们来看看印度版的武则天如何平息这场叛乱。此时站过来的人寥寥无几，但也是在加了上来。在卡塔帕的逼问下，得知机密已经卖给了克拉克亚王。这群野蛮人一旦攻入王国，必定滥杀无辜。不仅如此，他们的军团人数规模达到了数十万，而摩喜王国也仅仅只有2万5的兵力。很快，克拉克亚王带着10万军团浩浩荡荡已经来到了摩喜王国边境，一场旷世大战即将来临。加米皇后斗开始，全部兵力带着精良装备已经来到城墙下，象征性的湿婆神雕像也被带到了战场。人们鼓舞着士气，正在做着战前动员。
在开打前，他们要进行一项传统献祭礼仪。巴拉扛着大刀，要用公牛的鲜血献祭给湿婆神。轮到巴霍巴利出场的时候，他拒绝了杀生。卡塔帕告诉他，如果不献祭会引来不祥之兆。巴霍巴利带着残余兵力再次发起了冲锋，他手握长矛，骑着快马穿梭在敌群，直奔首领方向而去。巴拉看到巴霍巴利抢在自己面前，迅速驾着收割机也紧随而来。敌人见状，立即筑起了人肉防线。巴霍巴利用挂钩挥舞着巨石砸破了人肉围墙。巴拉王子率先来到了首领阵前，一个流星锤将首领的大象做旗干倒在地，首领的武力却和巴拉打得不分上下。就在巴拉处于下风之时，巴霍巴利及时赶到现场，一个猛然跳跃，直接将他压倒在地。大增，当巴霍巴利准备取下他的首级时，不料却被从身后赶来的巴拉抢先击杀。这取巧的做法被加米皇后尽收眼底。群龙无首的敌军大败，战斗也宣布了结束。巴拉的父亲兴奋地将儿子的手高高举起欢呼，但加米夫人将整个过程看得很真切，立即宣布巴霍巴利将加冕成为新的国王，而巴拉只能成为将军，并且说出了他自己的理由。加米夫人这个决定深得民心，一时间万民群众为之欢呼雀跃，振臂齐呼喊起巴霍巴利这个名字。回到现实中，卡塔帕告诉施瓦国王，巴霍巴利已经被人所。男人出门在外，本想在湖边解解渴，突然一具尸体却从湖底飘了上来，吓得他赶紧站起身一看，湖面上却飘满了尸体。他决定到附近的昆塔拉小国一探究竟。果然，一大群强盗从森林里冲了出来。这些强盗并没有攻击他们俩人，而是把目标锁定在当地最漂亮的缇娜公主身上。就当强盗上前将她围起来时，公主迅速拿起白纱布遮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一把钢刀直接穿过白纱，刺在强盗的心脏上。当白纱被划开时，一双夺人心魂的眼睛诱惑了男人的心。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而着迷心动。就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想好了未来儿子的名字，发誓一定要将这个女人娶回家。身边的卡塔帕也看穿了男人的心思，为了能尽快接近公主，男人走进树林里，快速解决了追赶而来的强盗，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她赴汤蹈火。很快，公主平息了这场小战斗，所有当地村民都纷纷赶来道谢。两人害怕泄露身份，也躲在人群中暗自观察。公主见两人如此强壮，却躲在女人后面，为他们感到羞耻。卡塔帕立刻谎称男人是他的侄子，因为天生脑袋不好使，被家人赶了出来，无家可归。公主看他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培养他习武，将来成为一名好士兵。公主本是一个习武之人，但她每次练习两箭齐发的时候都没能成功。她表哥自告奋勇要教男人练武，男人刚想拿起大锤试一试，他又找来一根长矛，说男人扔不了，最终还是决定要教他练习刀法。看着公主前来围观，当着众人面前表现出大师风范，在教导她。缇娜公主知道她的斤两，顿时嘲讽大笑，大家都看得饶有兴致。当她手把手教着男人劈刀时，男人看着公主离去的背影，突然有些失神，一刀下去竟把木桩砍成两半。库玛大吃一惊，卡塔帕立马上前恭维，说是他天生神力爆发。缇娜公主闻声赶来，也大为吃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晚上，卡塔帕责怪男人，想要追求女孩，直接亮出身份就可以，没有必要在小国大费周章。按照摩喜王国的习俗，巴霍巴利在加冕封王前，必须要到小国微服私访，了解民情。第二天，缇娜公主为了验证一下库玛武力是否突飞猛进，决定带着他来到农作田间狩猎。在巴霍巴利暗中帮助下，库玛竟然箭无虚发，总是抢在公主面前拿下猎物。竞技比赛结束后，公主越来越觉得这个傻气的男人很蹊跷，走在他面前假装绊倒，却被男人一手扶住。ये युद्ध में तलवार चलाए हुए हाथ है। एक योद्धा का हाथ मैं नहीं पहचानूंगी। 虽然缇娜公主从他手上看出了破绽，但却不能证明一切。为了测试他，公主下令找来一头公牛。巴霍巴利果断丢下武器，设法巧妙地回避了这一关。公主愧疚地跑来查看他的伤势，巴霍巴利假装手臂受到重伤，以此来蒙骗公主。晚上，公主把他带回皇宫，叫来最好的御医为他治疗。卡塔帕和他打起了配合，
一手将巴霍巴利拉起躺在了公主的怀里，恋爱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公主让他不要想太多，好好休息养伤。此时巴霍巴利还不知道，他的哥哥巴拉已经在谋划一场争夺王位计划。他早已派出眼线在监视巴霍巴利的一举一动，并且把西婆提娜公主的画像带到他面前。这一看，巴拉也被画像女人深深吸引。他立刻找到不知情的加米皇后为他提这门亲事。加米皇后原本就为没给他王位一事而感到愧疚，在提亲这件事上，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公时，马上带着金银珠宝来到昆塔拉小国向公主提亲。面对庞大的彩礼，提娜公主不为所动，不但果断无情拒绝，还回怼了傲慢无礼的使者，并且让手下代写了一封回信给了加米皇后。激烈的言辞触怒了一向强势的加米皇后，立即下令要向昆塔拉小国宣战。加米皇后丈夫劝她不用大动干戈，让人传话给正在昆塔拉王国的巴霍巴利，命令他将西婆提娜公主抓拿回来问罪。巴霍巴利误以为加米皇后是在为自己提亲，就在满心欢喜之时，突然昆塔拉宫外传来一阵军队的脚步声。巴霍巴利连忙向公主的房间跑去，却被库马拦下。眼看入侵敌人就要赶来，巴霍巴利来不及向他解释，立即甩起马车向敌人方向砸去。这一幕让库马大为吃惊，大量的敌人蜂拥而至，潜入了昆塔拉王国。塔塔帕也闻声赶来，和巴霍巴利一起奋力杀敌。在危机时刻，他们不再隐瞒身份，让赶来的国王和众臣都看得目瞪口呆。库马敲响了警钟，还在熟睡的公主突然被警钟惊醒，独自一人拿着弓箭来到长廊。大量的敌人持刀闯入了皇宫，提娜公主却丝毫不畏惧，拉满弓箭，连发数箭，边战边退。就当敌人扑面而来时，身后齐发4支箭为他抵挡了攻击。来者正是巴霍巴利，一直表现傻呆的形象一下变得英勇无比。提娜公主真正见识了巴霍巴利真实的一面，并且露出了对他仰慕之情。在危机时刻，巴霍巴利现场教公主3箭齐发之术，连发6箭，一下射死了一大片敌人。两人在默契的配合下，将敌人打得节节败退。巴霍巴利纵身一跃，用弓弦缠在敌人脑袋上，直接将敌人头盔弹飞。两人再次配合一下，发出6箭，击退了最后一波敌人。रुकिए, आप हैं कौन? अभी बताने का समय नहीं है राजकुमारी, आइए। 一群头上冒火的公牛从山上冲了下来，将10万入侵大军撞得四分五裂。当所有人都在避开牛群时，却有一人夹在牛群中，毫发无伤。巴霍巴利展开手臂，一跃而起，踩在公牛的背上，在牛群背上快速穿梭在前面。随后一个后空翻平稳落地，跟在后面而来的还有一群人。巴霍巴利命令他们火速冲上山顶，他们右手拿着带铁钩的绳子来到水坝面前。巴霍巴利双手接过钩绳，然后踩着木桩快速爬上了水坝顶端，将钩子卡住。牛群牵拉着绳索，一下把水坝的栅栏拉开，汹涌的河水直冲而下，一下淹没了10万入侵大军。战斗平息后，巴霍巴利来到国王面前，除了感激之外，国王也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从何而来。卡塔帕告诉国王，这位战士只为公主而来。国王一听，这也算是一桩美好的事情。就在皆大欢喜之时，魔喜王国的加急信件飞到他手中。当他打开看到内容时，顿时脸色大变。原来刚刚自己杀害了自己国家的人，并且皇后下令让他立即抓拿公主回来问罪。公主听后果断，拔刀对准他的胸膛，问他到底是谁。然后一个火把砸在他外衣上，瞬间燃烧了起来。巴霍巴利的战衣逐渐显露，这是最高勇士才有资格穿上的黄金铠甲。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放下武器，纷纷跪地朝拜。巴霍巴利以为加米太后要将公主许配给自己，上一次因为提亲遭到拒绝，所以太后才下令逮捕公主。巴霍巴利坚信这只是一场误会，只要回去和皇后解释清楚这事，就能轻松化解。巴霍巴利恳请公主和他一起回魔喜王国，跟加米太后说明一切。मेरा मन जीतने वाले महावीर हैं आप। अगर मुझे दासी बनाकर भी ले जाएंगे, तो मृत्यु तक मैं खुशी खुशी आपके साथ चलूंगी। लेकिन अपना स्वाभिमान हार के बंदी बनकर आना। इस क्षण से लेकर मृत्यु जब तक हमें अलग न कर दे, मैं तुम्हारा हूं देवसेना。他以自己的人格保证会永远保护公主。次日，公主穿上华丽的礼服，准备去见对方的家长。
一个走神不小心将船的木板绊倒，巴霍巴利果断放下身份跳入水中，他愿意用自己的肩膀为公主搭桥登船。公主踩在他的肩膀上，每走一步都是幸福的味道。如此宠妻的举动让国王和夫人大可放心。西婆提娜公主和他一起踏上了前往摩喜王国的路程。洁白如雪的天鹅船冲破湍急的河流，也只有印度打造的船才能飞上天空，穿破云层。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表现出了超高艺术成分，因为这是一艘驶向充满希望未来的天鹅船。很快，大船渡过了公海，驶入了摩喜王国的边界。提娜公主被眼前宏伟的建筑感到极为震惊，也印证了摩喜王国昌盛繁华的一面。厚重的皇宫大门被缓缓推开，巴霍巴利带着公主来到了加米太后面前。提娜公主为之前冒犯太后的行为诚挚地道了歉。शिवगामी की बहू पर इतना अहंकार आकर्षक लगता है。加米皇后的这句话打破了僵局，场面顿时赢得大家哄堂大笑。她让提娜公主回到自己未来丈夫身边。当她满心欢喜地走到巴霍巴利面前时，所有人都看懵了。太后急忙叫停了提娜公主的脚步。在交谈过后，才得知加米太后为公主选择的丈夫是巴拉，而不是她深爱的巴霍巴利。突然，场面变得十分尴尬。卡塔帕立即站了出来为公主打圆场。他表示自己和巴霍巴利都误解了此事，但加米皇后不在乎过程，坚决要把公主许配给巴拉。提娜公主当场脾气爆发，又顶撞了加米皇后，立即下令让手下将她当场拿下。巴霍巴利拿刀上前，果断违抗太后命令。देवसेना को किसी ने हाथ भी लगाया तो समझो बाहुबली की तलवार को हाथ लगा दिया。从小到大，他第一次当面直言自己母亲的不对。一手带大的孩子竟敢当着大庭广众面前顶撞自己，令加米太后感到失望，也怒火中烧。这时，她的残疾丈夫果断站了出来挑唆，让巴霍巴利在王位和提娜公主之间做出选择。巴霍巴利果断交出皇权，也要遵守对提娜公主许下的誓言。加米太后当场宣布，明日一早就加冕巴拉为新的国王，将会在万众广场上举行加冕盛大仪式。20匹白马拉着马车从万众广场上走过，巴霍巴利只能以将军身份持刀为他开路。巴霍巴利一路上喊起口号，让众人行最高礼节。在万众广场上，巴拉戴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冠，并且正式宣布摩喜王国将由他接管掌权。与此同时，加米太后也为巴霍巴利戴上了将军头衔。突然，百姓们对巴霍巴利的欢呼却远远超出了巴拉，甚至激动地呐喊出“巴霍巴利万岁”。呐喊的声音越来越大，场面十分震撼，一时间地动山摇，就连大象都站立起身为巴霍巴利行礼膜拜。王座上的遮阳伞突然倒下，巴霍巴利一手将它接住，然后气势地插在宝座上。强势的压迫感让巴拉坐在宝座上惶恐不安。晚上，巴拉看着皇冠，宣泄着心中的怒火。他一点都感受不到皇位的权利，这顶皇冠更像是为巴霍巴利而定制。他的父亲让他下令除掉巴霍巴利。巴拉虽然坐上了王位，但实权仍然掌握在加米太后手中。他计划密谋借助太后之手来除掉巴霍巴利。不久后，提娜公主已经有了身孕，所有人都送上礼物为他们祈福。巴拉也借此机会来到了这里，并且以巴霍巴利照顾妻子为由解除了他的将军一职。巴霍巴利没有反驳，服从了他的命令。提娜公主当场发飙质问加米皇后，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什么太后置之不理，并且当着所有人面前口出狂言，希望巴霍巴利顺民意能坐上国王宝座。尴尬的场面让众人不欢而散。很快，提娜公主遭到继任将军的暗算，命令所有女人从侧路进行检查才能进入皇宫，实则对每个女人都动手动脚。轮到公主时，她那暴脾气果断将她手指砍断。这恰恰中了国王巴拉的诡计，借此理由将提娜公主逮捕到加米太后面前进行审判。就在双方争论之时，巴霍巴利手持大刀进入了皇宫。提娜公主将事情来由一一告诉了丈夫。गलत किया देवसेना, औरत पर हाथ डालने वाले की उंगलियां नहीं काटते, काटते हैं उसका गला。这护妻之举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国王怒火中烧，认为他越了自己的权。巴霍巴利果断将妻子的镣铐砍断，并且坚定立场，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加米太后当场暴怒，责骂他谁对谁错，应该由国王才有资格做出审判。他以叛国罪名将两人皇室身份降为庶民，并且永远驱逐出宫。巴霍巴利没有据理力争，而是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离开了皇宫。
巴霍巴利王子被驱逐出宫后，来到民间打工谋生，但他到哪里都如鱼得水，深得民心。他和百姓们一起劳作，一起进食，用他的聪明才智改善了百姓们的生活。只要他一天活着，国王巴拉都觉得是一种威胁。晚上，巴拉回到宫里，制造了一场谋杀。他用刀割破了自己的脸，然后将祸害嫁祸给了公主表哥库马，并且在加米太后面前告状是巴霍巴利想要谋权篡位。太后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下定决心要除掉巴霍巴利。但巴霍巴利的威望实在太大，不能明目张胆除掉他。为了不激起民变，太后找来忠臣卡塔帕。当听到让他去谋杀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巴霍巴利时，卡塔帕大惊失色，跪倒在地恳求太后收回成命。他相信巴霍巴利绝对不会造反，但太后已经下定决心。卡塔帕爱男遵命，拿出佩剑，只求自己一死。तुम मारोगे उसे या चाहते हो कि मैं मारूं? नहीं मां, ये बाप आपके हाथों से नहीं हो सकता। मैं ही मारूंगा उसे, मैं ही मारूंगा। 此时巴霍巴利正忐忑不安，在等待孩子降生。突然传来卡塔帕因为违抗太后命令被带到森林处死的消息。这边是即将出生的孩子，而另一边是情同父亲之人。巴霍巴利左右为难，两边都很牵挂。缇娜公主同意他先去救卡塔帕，他火速骑着快马来到森林。巴霍巴利立即将正在火刑的卡塔帕救下，扛着他来到隐蔽处，试图打开镣铐。वो कौन है मामा? 还没问清楚事情，就遭到暗箭刺中在身后。猛然回头，身后万箭齐发向他袭来。巴霍巴利用自己的身体帮卡塔帕挡住了所有伤害。他手持大刀，艰难地站起，用愤怒的眼神看向敌人，然后一刀将背上的剑全部砍断。伴随敌人冲锋而来，巴霍巴利没有去迎敌，而是艰难地扛着卡塔帕躲避了起来。尽管自己身体已经身负重伤，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不会让敌人伤害到卡塔帕。जब तक तुम मेरे साथ हो, मुझे मारने वाला पैदा नहीं हुआ मामा。巴霍巴利将卡塔帕的镣铐揭开后，就独自一人去抵抗迎面而来的敌人。他拿起大铁链，疯狂地干掉了一大批敌人，随后将铁钩抛向远处，勾起一根大枯树，那上面还挂着数十个敌人的尸体。他一把火将树上的敌人燃烧了起来，伴随树木倒在草丛里，熊熊火焰迅速蔓延向敌人方向燃烧。顷刻间，敌人葬身火海，哀嚎声不断。敌人首领拿起双刀向巴霍巴利发起挑战，巴霍巴利猛然回头正面迎敌，即便手上没有武器，也轻易战胜了敌方首领。就当巴霍巴利还在奋力杀敌之时，卡塔帕手持大刀，带着太后的严令从身后缓缓走来。他忍着悲痛，一刀刺穿了巴霍巴利的身体。回头看向卡塔帕，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卡塔帕双眼含泪，抱着巴霍巴利，将真相告诉了他。巴霍巴利对卡塔帕没有任何怨恨，在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替我照顾好母后。”卡塔帕拿来大刀，求他赐自己一死。巴霍巴利接过大刀，插在地上，仰天呐喊了一句：“然后靠在刀柄上，就永远离开了人世。躲在暗处的巴拉缓缓走来他身边，一边砍着巴霍巴利的尸体，一边讲述着自己精心谋划的一切。事到如今，卡塔帕才恍然大悟，所有人都被巴拉蒙骗。卡塔帕拖着沾满血迹的大刀返回到宫中，伸出沾满巴霍巴利血迹的双手向太后复命。听到这个消息，太后如同晴天霹雳。一向对太后毕恭毕敬的卡塔帕，这一次他当场指控太后犯下了大罪。他告诉太后，巴霍巴利在死之前都没有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是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自己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加米太后震惊不已，她双眼含泪，后悔不及。缇娜公主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也来到宫中，当得知自己丈夫的死讯后，她瞬间瘫倒在地。躲在暗处的巴拉两父子也走了过来，继续蛊惑加米太后要将这个孩子除掉，以免后患。清醒过来的太后当然不会听信小人的谗言，而是立即放下太后尊贵身份，愧疚地跪在缇娜公主面前，抚摸她的小脚作为认罪。宫外问询赶来的臣民正在呐喊太后给个说法。太后抱着小孩施瓦来到阳台上。अमरेंद्र बाहुबली नहीं रहे, अब आपके महाराज हैं महेंद्र बाहुबली। 忠诚的老将军赶来，将婴儿的小脚丫放在自己的头顶上，这一举动表示要永远效忠新的国王。太后立即下令将叛徒巴拉拿下，没想到他早已经有备而来。卡塔帕立即拿起1000斤重的大门，将所有士兵挡下，为太后开路。加米太后让公主和她一起离开皇宫。刚生完小孩的公主不想成为累赘，只要将她的小孩安全带走，她也没有任何遗憾。
很快，卡塔帕抵挡不住众多士兵被推倒控制住。加米皇后抱着婴儿从地道离开了皇宫。那畜生不如的儿子为了争夺皇权，竟然拿起弓箭对着了自己的母亲。100米开外，一箭正中加米太后背上，她抱着孩子坠落河里，不见了踪影。加米太后带着婴儿一直被逼到急促的河流中，她用自己僵硬之躯将小孩高高举过水面。小孩被当地的村民获救，并且将其收养。之后的日子里，缇娜公主被巴拉带上了镣铐，在万众广场上一直囚禁了25年。塔塔帕将所有的事情经过全部告诉了施瓦。得知身世的施瓦当场跪在母亲身边，他的双眼通红，开始暴怒。他握紧双拳，站起身，向所有人下达命令。现在他巴霍巴利回来了，他要推翻残暴昏君，为父亲报仇雪恨。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王位，他要为受尽折磨的母亲拿回尊严。新的巴霍巴利王踏上了复仇之路，大战一触即发。国王巴拉派出2万骑兵与施瓦正面交锋，施瓦一箭射在椰子树上，触发埋伏好的开关，将冲锋而来的骑兵全部击倒。埋伏在暗处的塔塔帕也带着自己的兵团发起了冲锋，两方开始近战肉搏。施瓦力大无穷，勇猛地扛起一根大木头，狠狠向敌人砸去。此时敌方的号角声响起，巴拉从大门开着收割机冲到阵前，那机关一下连发射出箭雨向士兵袭来。他手里拿着绳子跳下了战马，奔着缇娜公主而来。相隔25年，巴拉的战力丝毫未减，又将缇娜公主捆绑起来抓了回去。还在奋力杀敌的施瓦才发现自己母亲被抓，立即骑着战马追了上去。施瓦向他射出一箭，但却被巴拉徒手接住。他用脚踩在施瓦母亲身上来羞辱她。巴拉的战车快速开进了城门，他的父亲立即下令将城门关闭。施瓦站立在马背上，一跃而起，向城门方向跳去。突然，一支利箭袭在他胸膛，狠狠地摔落在地上。敌人再次射出箭雨向他袭来，失去理智的施瓦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塔塔帕及时赶来，用盾牌为他挡住了攻击，并且教导他不要冲动，要像你父亲巴霍巴利一样思考。现在唯有智取的方式才能战胜敌人。在塔塔帕的教导下，施瓦不再变得暴躁，而是看向那高高的椰子树，酝酿起了计划。他让奴隶们把椰子树拉了下来，然后6人一组，手牵着手，砍断绳子，飞向城墙。在空中，他们用护盾抱成一团，安全地降落。其他人用同样的方式，也纷纷开始登上城墙。这一招直接突破了敌人大门防线。这一招直接攻破敌人大门防线，施瓦手持盾牌和大刀，将城墙上的守卫一一击杀。更多的士兵陆陆续续登上了城墙。施瓦踩在盾牌上，一个跳跃，冲刺一下放倒5个敌人，然后跳下城门中央，拿起大锤将木桥铁链砸碎。他抓住断开的铁链，爬到门边上，伴随木桥轰然倒下，施瓦也顺着木桥安全落地。大门被打开，他第一时间骑着快马来到广场营救自己的母亲，所有人也都赶了过来。他让提卡点燃火盆，然后取出权杖，他把火盆放在自己母亲头上，然后让她走向神庙。施瓦向国王巴拉正式发起了挑战，他手持护盾，顶着无数弓箭，一个跳跃将马车的螺旋桨摧毁，一个后空翻直接踩在公牛的头上。受到刺激的公牛一跃而起，将他高高抬起。两人在同一时间抛出长矛，最终施瓦的力气更大，长矛的质量更好，直接将巴拉打落马下。他愤怒地整理了一下发型，拖出他的必杀技战锤，向施瓦发起近战。那护盾都炸出了火星子，一锤下去就连地板都震碎裂。抵挡2回合后，施瓦手中的刀直接被砸断。他拿起大铁链，将施瓦锁喉，狠狠甩飞数十米，然后将他高高吊在雕像上面。施瓦徒手将雕像砸碎，挣脱了束缚。一个重击狠狠在他背后砸来，当场口吐鲜血。施瓦开始暴怒了，他拼尽全力，连根拔起一根大树，然后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两人放下武器，开始近身肉搏。剧烈的震动让黄金雕像突然开始坍塌，两人站在上面，一同随着雕像轰然倒下。那雕像的头直接冲破了长廊，掉落在河中央。施瓦一脚将他拽下，然后单手抓着脚跟，用膝盖狠狠地砸在他的胸膛。坚固的铠甲救了他一命。他脱掉身上的铠甲，露出凶狠表情和肌肉线条。两人再次缠打在一起。很快，施瓦被压倒在身下。他徒手撕开施瓦的铠甲，一手狠狠抓在他身上，想要挖开他的心脏。他强忍着疼痛掰开束缚，将巴拉反压，不料被一脚踹开数十米。他再次奋力爬起，抓了一把面粉涂抹在伤口上。他捡起地上的大铁链，他要用曾经捆绑母亲的铁链缠在手上当做武器。
一拳下去直接将他的锤子砸碎。当再次冲锋而来又一拳击在他的肌肉上，施瓦将这个残暴君王彻底制服。他抽起铁链绑在他的脚上，狠狠将他砸在牢笼上面，然后将他甩在火柴堆中。一个跳跃雷霆一击狠狠刺在脚上，将他定住。缇娜公主将头顶上的圣火丢在了柴堆上，这是她在广场上捡了25年的树枝，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施瓦成功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王位，在2位母亲的见证下，他戴上了皇冠。从此，摩喜王国在施瓦的统治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